是我在研究人的命相的时候，命相命运，我就发现了其中有一个部分特别重要的，来这个命运上的差别的那个关节点。我说话都不是绝对哈，是指绝大多数的规律。我在和一些，因为我接触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普通人，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做过高官，或者是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好。我也在看到了这个差别，差别不是他此时的钱多少的问题，而是发现能做大事的人，他的那个精神境界高度，他的心境上的差别。我刚才不正在解释吗？比较低收入的，做事比较低级一点的，平时在家里天天吵吵闹闹的，他们争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咱们不是结婚了吗？就计较，老婆，你总是悄悄的给你妈每个月寄100块钱，你想过我妈吗？俩人就吵，为这个事吵，为今天谁喂狗吵，孩子分数考得不好了就吵，都是你干的你没把孩子带好，你没关心孩子，你看谁家的爸爸，你看谁家的妈妈多么优秀，就彼此贬低，都是为家庭当中非常细小的鸡毛蒜皮的事情在争吵，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分数不高，不是也混出来了吗？非那么追你孩子干嘛？对不对？就忘掉了各有各的命。而做大事业的人呢，常常他们谈话不是吹牛吹牛能听出来，能看出来他自然所流露的对事情的看法的广度、深度，还有长远的意义，他看到那个部分他就出手了。所以他做的事情那个果和这个过程完全都是不一样的，相对就会恢宏很多。什么叫恢宏博大，就是你的对人生思考的这种思维的意识要高才能去远，才能看得远还要开阔，还要丰厚。对，那这也正是在中国人所理解的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一个差别。这个君子和小人可以用另外一种词汇来比喻，就是做大事者和普通黎民百姓之间的他们的思维的差别。很多普通百姓就是他的境界越低一点，他所关心的事情从时空上来说时间就越短。那么相对有一种更高智慧的人呢，他思考和做一件事就是图得更长久。当我们的追求不同，我们得到的果是不同。我都没有提你是否慈悲。好，先拿这个小一点的，一个北美地区的青年人说，我要通过几年努力，我要赚100万。那么如果他实现了目标之后，他会怎样呢？也许他在实现这个目标刚刚实现和接近的时候，也许他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也许下一个目标就是500万。那么另外一位呢，想当总统。好，那如果他没有当上总统呢，可能会成为某个机构的领袖，或者是省长，或者是市长，在国外还有个议员等，这些就是政府官员，不一定成为总统，但也可能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类的人物那么他们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差异呢？就是他的追求的境界越高，他们的思考的差异就越大。前面想赚100万块钱的那个人，他只有一个意识，赚够那么多的钱，不会考虑其他的，所以他所有的行为举止思考，所有的行为甚至下了班思考
或者家庭的状况，都是与这100万块钱的这件事情有关系。哪怕到了500万，还是说无非改了一个数字，从1到改成了500万，还是那么同样的一种感觉，他的境界不会太高。最终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财迷，对，他不会太爱这个世界，他很爱你们是因为你成为消费者，那你买完东西他也就不爱你了，是吧？那总统级的这个人物呢，没有成为总统，他至少要学习怎样成为总统。如果他学过真正能够去治理天下、为众生服务的这样一种帝王教育的人的话，他成不了总统，也会成为一位非常杰出的爱众生的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心境完全不同。去爱世界的人，也就是小则修身养性，大则治理国家，利益苍生。